这是唯一一部让张脑丸卖脱销的电影。女人租房30年，却从未缴过1分钱房租。本片由真实事件改编，上映时票房更是脚踩杀人回忆力超追击者，不看到最后绝对猜不到真相。影片开始既视高能。2009年12月，首尔一座小区的居民门口被神秘人标记上奇怪的符号，有人曾推测这是小偷的踩点，标记数字代表着常住人数，而方框3角则是性别。可令人震惊的是，对方并非图财，而是索命。这天，独居女孩刚踏入电梯，此时一双大手拦下进来一位戴着头盔、手持雨伞的神秘人。可他明明记得今天没下雨，更奇怪的是，他坐电梯却不按楼层。最后，他停在了女孩隔壁。女孩回到家，立刻反锁房门。그래, 그 미친놈. 오늘 또 만났어. 완전 짜증나. 正和男友吐槽的她，突然发现了不对劲，厕所的毛巾出现在客厅，上面还挂着一簇卷曲的毛发。她直接冲到隔壁， 열어. 열라고 이 새끼야! 见对方装聋作哑，她撂下一句“你等我拿证据让你坐牢”，便回家翻起了监控记录。门在这时被敲响，突然间闪过一道黑影，她举着辣椒水上前查看，原来是贪玩没回家的小女孩。 어디서 뭐해? 너 몇 호 살아? 엄마 안 계셔? 当他回去查看监控记录时，却惊恐地发现，就在刚刚有人进了他的房间。更恐怖的是，还喝了他刚喝过的啤酒，甚至他现在就在这个房间里。头盔人不慌不忙，从伞里掏出还在滴着血的铁棍。一声凄厉的惨叫过后，就只剩棍棒挥舞和血肉飞溅的声音。女孩消失在了这片街区。3个月后，家住首尔的老白突然接到陌生电话，说他哥哥消失3个月，需要他过来缴一下房租。他对哥哥的感情很复杂，亲生哥哥因为强奸罪坐牢，养父死前立下遗嘱，房子和财产全部归养子老白。毕竟是兄弟，他决定替哥哥还掉欠款。但很奇怪，哥哥一个单身汉，怎么屋里到处都是女性衣物？周围住户更是谈及色变，而且更诡异的是，每家门口都有奇怪的符号。他发现不同形状代表着不同性别，数字对应居住人数，但他却算不出对勾代表着什么。然而楼下等待的妻子却出了状况，他的车被怪男人霸占，儿女也被困在车上尖叫。幸好路过的大婶帮忙，而这一切都被人看在眼里。大婶好心招待他们，女儿却大声嫌弃这里又脏又差。见大婶没生气，他趁机打听哥哥的下落。 형이 이 아파트에 삽니다. 그래요? 317호. 나가라고! 당장 이 집에서 나가! 그만 좀 훔쳐보라고요! 他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不信哥哥会干出这种事。他想找哥哥问清楚，便打算留下来寻找线索，却发现了可怕的事：哥哥家简陋的纸箱背后竟藏着一条暗道，尽头的房间正是被杀的女孩家，而女孩房间的内衣竟和哥哥家那件一模一样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疑问还没解决，他的妻女已经被头盔人找上。女人亲眼见怪人按下9楼，但当他准备开8楼家门时，却发现怪人竟出现在他身后。 他连忙捂住女儿的嘴，好在怪人已经消失了。他连忙设置新密码，紧接着又下楼取快递。这时丈夫老白打来电话，惊慌叮嘱他千万不要离开家，而手中的快递却是空的。就在这时，女儿也来了电话，说送酸奶的在敲门。女人这才意识到不对劲，女儿吓得呆愣在原地。敲门声变得更大了，女人慌忙地往家赶，但电梯早已被人提前拦截。突然，一切声音都消失了。 好在女人及时赶到，儿子惊恐望向背后，听到打斗动静的邻居开门，母子3人这才逃过一劫。警方看着监控里包裹岩石的怪人，猜测他极有可能是老白失踪的哥哥。他被指控3项强奸罪，2年前才出狱，加上亲爹把遗产全部给了老白，他很可能心理扭曲，实施报复。但老白根本无法责怪哥哥，一切都是他咎由自取。当年他身为养子，认为有皮肤病的哥哥恶心又碍眼，诬陷他骚扰女生。之后他独得养父母宠爱，连遗产都全部拿下，而哥哥却1分钱都没得到。而他现在惊恐地发现，自家门口已经被人做了记号，甚至周围的住户也同样被标记。显然哥哥准备动手了。更可怕的是，妻子打电话说儿子不见了，幸好家里有监控，头盔人竟出现在儿子身后。老白召集保安制服头盔人，但面具下却不是哥哥的脸。事后他的洁癖更严重了，每时每刻都在担惊受怕，甚至觉得哥哥此刻就在他家。这种幻觉将他折磨得痛苦不堪，他决定亲手结束这一切。第2天，他就抄起球棍直奔哥哥的家。
老白立刻追了出去，但对方跑得太快，直到下午才再次见到头盔人。两人一番激烈追逐，头盔人果然逃到哥哥家那栋楼，此时却突然出现一个长发男，将老白狠狠打翻在地。原来他是被杀女孩的男友。 꼭 필요할 때 쓰라고 줬던 게 있습니다. 네, 한번 추적해 봤습니다. 俩人急忙追了上去。老白查看衣柜，长毛还没来及反应，就被身后的头盔人一刀解决。老白追出去查看情况，却被对方打得猝不及防，甚至将他连捅数刀。他抓住机会躲进大婶家，女孩也帮他拿来医药箱。就在老白准备拿回手机报警时， 他连忙把手机挂件递过去，女孩这才安静下来。但接下来的一幕却让老白小脑当场萎缩。女孩穷困潦倒，却拥有豪华玩具屋，柜子上摆满各式的钱包和手机。이 아파트 우리 이사 갈 집 되게 좋지. 但女孩口中的新房居然是自己家，老白控制不住向后摔去。接着他看到了这辈子最恐怖的一幕：男人打开柜子，却见到了这辈子最恐怖的画面。 제발 형한테 제 딸 좀 그만 훔쳐보라고 얘기해 주세요. 死者正是他苦寻已久的哥哥。所谓的偷窥是哥哥的死不瞑目，老白才想明白一切，但已经太迟了。大婶就是头盔人，一直以来母女俩以寄生为家，看到喜欢的房子就杀掉屋主，再鸠占鹊巢。30年来一分房租都没付过。哥哥的房子被大婶看上，当晚就将他残忍杀害。隔壁女孩刚好敲门。 경찰 부를 거니까 너 이제 좆됐어. 杀上头的大婶彻底怒了。老白调查哥哥下落时，大婶再次动起了歪心思。另一边，妻子刚准备去娘家躲一阵，却突然懵了：厨房里怎么会有做饭的食材？接着，大婶已经把这当自己家了。俩人沉浸在住豪宅的喜悦里。车上等待的兄妹俩，因为母亲迟迟不归，便打去电话。但意想不到的人出现了，正是杀人狂大婶。他骗孩子们说妈妈让他来接他们回家。妹妹正准备开门，却被哥哥摇头制止。 엄마, 그옷 우리 엄마 건데? 被戳穿后，他当场暴怒，疯狂拍打着车窗。大婶怪笑着掏出了车钥匙，哥哥立刻带着妹妹跑下车，与大婶玩起抓到就会死的捉迷藏，最后逃回自己家，并将房门锁死。幸好开门的是赶来救人的老白，但大婶已经举着铁棒砸向他，疯婆子暂时打不过，躲了起来。老白查看了衣柜，没有人，再缓缓俯身看向床底。 他抓着老白的头暴击，直到没动静才停了手。接着开始寻找兄妹俩。他走去厨房，不停地碎碎念。兄妹俩吓得瑟瑟发抖。老白却知晓了大婶的弱点，他举起打火机威胁他要烧毁这一切。果然，大婶脸色立刻变了。但老白碰到铁棒的瞬间，大婶翻身上前，使出吃奶的劲，准备掐死老白。老白则趁此机会拼命把打火机丢了出去。大婶瞬间疯了，什么都没拿就冲上去灭火，即便衣服着火也不肯出来，疯魔般试图扑灭大火。 警方冲进屋时，大婶已然被火海吞噬。危机过后，老白全家决定移居海外。那栋豪宅以极低的价格出售给下一名买家，但谁都忘了大婶还有一个孩子，而他正藏在柜子当中。本片根据真实事件改编，上映之时票房甚至一度超越众多大作，也被国内陆续翻拍。